在视频开头想问一下大家，是否知道雪崩的威力有多么大呢？有经历过的小伙伴可以分享一下。实际上它还有个名号，那就是冰雪巨兽。不夸张的说，一旦发生了严重的雪崩，不管是城镇、河流还是农田，通通都会被夷为平地。而世界上最大的雪崩就是由1970年秘鲁的那一次地震引发的，地震持续了整整45秒。而后续的雪崩又带走了3万多条鲜活的生命，该地区80%的建筑物被摧毁，基础设施遭到了大规模的破坏。而更让人后怕的是，原来早在8年前就有人来过此地，明确提出存在巨大的滑坡隐患，可这一消息却被当地的政府封锁，更不许居民们展开议论。1970年5月31日下午3点23分，秘鲁北部海岸附近发生了7.7级的大地震，震中位于纳斯卡板块与南美板块的交汇处。此次地震持续了45秒，受灾最严重的地区名叫钦伯特，它是秘鲁的一个渔港城镇，正好处于地震带上。当天，钦伯特市80%的土地被摧毁，数万人被埋在了废墟之下。不仅如此，其他周边的城市也难逃厄运，居民们纷纷落荒而逃，试图聚集到空旷的土地上躲过余震。可正当他们眼睁睁地看着昔日家园沦为一片瓦砾时，殊不知恐怖的事情还在后头。原来秘鲁安第斯山脉海拔5400至6500米的悬崖峭壁是由一块破碎的花岗岩组成的，长年累月顶部覆盖了将近30米厚的冰川。而这次的大地震正好打破了瓦斯卡兰山最高峰的稳定性，岩石坠落在冰川上，在其表面滑行了至少3公里，沿途还聚集了大量的积雪，迅速地滑下山坡。一场史无前例的雪崩正在迅速侵袭。根据目击者的回忆，地震发生之后便听到了一个沉闷的声音，随后便是轰鸣的爆炸声，一阵冲击波突然来袭，满是树木的森林瞬间被冲倒在地，而那些在地震中侥幸存活的建筑也立刻被夷为平地。由于是临近雨季结束期，土壤含水量趋于饱和，湿润松散，所以有大量的泥土、岩石和地表水加入其中，导致泥流的体积越来越庞大。一路上，他们又将树木连根拔起，在此过程中，雪崩迅速液化成流体，快速移动。据说当时的泥流有20米深，滑坡速度至少有每小时160公里，以不可阻挡的势头飞越山顶，无数村庄都被摧毁，就连700吨重的石头都能被卷走，可想而知它的破坏力有多么的惊人。数据显示，最初的雪崩已经高达2500万立方米。积雪从3600米的高度倾泻而下，以每小时320公里的速度飞速坠落，摧毁了任何挡路的东西。而永盖市刚好就在山脚下，本来有18500的人口，被雪崩冲的最终只剩下400人幸存。而在这其中的300人都是儿童，他们当时在体育场看马戏团表演，在泥流来袭之前，一个小丑把他们带到了地势较高的地方，这才幸免于难。而他们的家长大部分都已经失去了联系。这次的大地震加上泥石流、雪崩，总共给35000平方公里的地区都造成了严重的破坏，也成为了拉丁美洲历史上最致命的地震灾难。雪崩夺走了3万人的性命，而整场地震造成了死亡人数将近8万，18.6万座建筑物被夷为平地，还有10万人受伤，1000万人无家可归。然而，直到事发2天后，外界才知道这场灾难的规模到底有多大。为了活命，幸存者不得不徒手翻开堆积如山的瓦砾，救出自己的亲人。当救援人员带着重型设备和医疗用品到达现场时，那些被淹没的遇难者早就没了呼吸，为时已晚。由于遇难者人数众多，秘鲁政府下令将永盖遗址列为乱葬坑，禁止任何人挖掘。随后，政府试图把原来的永盖市居民迁移到更安全的盐瓜市，但遭到了幸存者们的强烈反对。他们因为不想离开家人，所以都留宿在永盖市北部的一个营地里。后来，秘鲁政府只好将此营地重建成为了今天的永盖市，又在原来的遗址上建立了纪念碑，悼念遇难者。其实从地理书上我们就学过，南美洲是世界上火山较多、地震频发的地区，它们位于太平洋火环上，这是世界上地质活动最活跃的地区。世界上超过90%的地震都发生在火环附近，而秘鲁正处于火山带的中心，地震更是高度频发，所以南美国家的人们对于由地震导致的余震、泥石流、山体滑坡、落石等灾害都已经司空见惯了。然而，永盖市这次直接就处于雪崩的必经之路，难道在这之前都是相安无事，没有一丝风险的吗？假如永盖市的居民能够提前撤离，遇难者人数是不是可以减少很多？但有些事情没有后悔的余地。永盖市的地理位置在这以前确实都被视为安全的，至于是不是100%的安全，那就要画上一个问号了。因为早在1962年1月10日，
瓦斯卡兰山北峰近乎垂直于下方的511号冰川出现了滑坡，1000万立方米的岩石和冰雪往下坠落，毁掉了附近的9个村子，造成了4000多人死亡。村民们没有收到任何紧急通知，因为这一切发生的太快了，最远的一具尸体都被冲到了下游100公里开外的太平洋里面。然而值得注意的是，这次的滑坡并不是由地震等外界因素引起的，所以这是个非常危险的信号。当冰川自发破裂，再加上坡度陡峭，冰面又相当的润滑，这样的滑坡岂不势不可挡？在这次灾难过后，秘鲁政府一直试图将此地区归为危险计划，但这会严重阻碍当地的经济发展，遭到当地人的强烈抵制，这一计划便不了了之了。到了9月份，美国的一个登山团队特地来评估511号冰川滑坡的结果，他们发现情况远比想象的还要糟糕得多。因为这次事故后，有一块巨大的垂直岩石板被冰川打破，成为了定时炸弹，它随时都有可能崩塌，破坏过程只会愈演愈烈。地质学家还预测，如果发生了雪崩，那规模至少是之前灾难的3倍。虽然永盖市离得并不近，但如果雪崩的规模足够大，后果就会不堪设想。所以永盖市的安全问题也是岌岌可危的。到了9月底，报纸上还公布了一份美国人的调查结果，引起了市民们的一片哗然。然而骚操作在这个时候就来了，地方当局下令报社撤回这些所谓美国人不实的信息，还极力劝阻市民们谈论此事，避免引起恐慌。到后来，谁支持美国人的言论，就会被扣上扰乱公共安全的帽子。不仅如此，一些专家还站出来共同抨击美国登山队，他们的调查结果根本就是无稽之谈。永盖市离滑坡路径这么的远，是绝对安全的。直到后来，搞得美国登山队的成员都要面临被逮捕的风险，他们就这样火速的离开了秘鲁，这场风波也就此平息。而谁又能想到8年后，一场毁灭性的雪崩真的来了。如果要把这场灾难归为天灾，那完全是说得过去的。不过如果当初听取了美国人的建议，是不是就会尽可能的避免过多的死亡？毕竟死的不是几百上千，而是几万人。政府不听劝也就罢了，原本被广而告之的提议和警告，到最后竟然变成了谣言，导致一些原本想撤离的居民，最后都被迫留在了市里，实在是太可悲了。其实简单点来说，防止雪崩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就是直接引发雪崩。没错，这不是我在开玩笑，因为通常情况下雪崩是很难预测的，只有通过人工控制的方法，比如像一些危险区域发射炮弹，提前引发雪崩，才能防止积雪。其实在这之前，我也知道雪崩很可怕，但没想到它的破坏力会如此强大。资料显示，发生雪崩需要满足3个条件：坡度、疏松雪层和诱发力。当坡度陡峭，山坡积雪太厚，雪层疏松就容易发生雪崩。大家有没有听说过一个注意事项？不能在雪山上面大喊大叫。实际上这一做法就是为了避免雪崩，因为如果人的叫喊声中某一频率正好与积雪的固有频率相吻合，那就会引起共振，后果将会非常严重。虽然高山上常年白雪皑皑，看上去十分坚固，但随着雪的厚度不断的增加，下面的雪所承受的压力就会越大，底层的热量散不出去，温度高了，一部分雪就会融化成水，容易滑动，再加上某些外界因素，就比如地震、人类的活动等等，一场雪崩就会不可避免。而1970年发生在秘鲁的这次雪崩，速度相当的惊人。众所周知，高速运动的物体会产生强大的冲击力，而且在雪崩过程当中还会引起空气剧烈的震荡，强大的气浪就好比冲击波，就连巨石都能被粉碎成小石子，像是下了一场石头雨。而且即使雪崩停止了，气浪也会继续蔓延，它能够掀翻所有挡路的建筑或森林，让人感到窒息。现如今，永盖市的遗址成为了国家公墓，参观者仍然可以看到当年的残骸，房子、汽车被埋在地底下，基督像是张开双臂，高高的耸立在瓦砾之上，所有的人都不敢相信，这里曾经是秘鲁最美丽的城市之一，而如今只剩死一般的寂静。想想那些幸存下来的儿童，为他们庆幸的同时又感到悲哀，因为绝大多数的孩子都失去了家人，成为了孤儿。可恨的是，这本是一场可以避免的悲剧。那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各位有没有遇到过雪崩的经历？可以在评论区下方留言。如果觉得视频做得还不错的话，也别忘了点赞、收藏和投币。我是正正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吧。